2023年年底，印度经济时报公布了印度最新军购计划，包括97架光辉战斗机、156架 LCH 轻型攻击直升机和新的航母建造计划。看惯了印度在国际军火市场上的大手笔这份采购清单的国产化程度高得让人不太适应。印度的国产武器比进口武器好用吗？这一点恐怕印度人自己都不好意思给出肯定回答。光辉战斗机、印度国产航母，还有不在这次采购清单中的阿琼坦克，那可都是互联网上的著名笑话。那为什么这次印度要一改往日的风格，全部采购国产装备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条必然是印度被割韭菜割怕了。俄罗斯是印度最大的武器来源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可以追溯到冷战前中期。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中印边境冲突公开化。为了支持印度制衡中国，苏联开始向印度提供米4直升机、安12飞机和各种工程设备。1962年8月，苏联又和印度签订了第一笔大规模军售合同，两国贸易中包含大批米格21战斗机，还有通古斯卡、黄蜂等多个型号的防空导弹，全都是当时的尖端武器。这份合同签订后2个月，中印边境战争就爆发了。尽管这场战争印度败得彻头彻尾，但苏联对印度的支持力度不减反增。即使80年代后期的苏联已经奄奄一息，但两国的军事合作还在不断扩大。1988年1月，苏联甚至向印度出租了一艘核动力潜艇。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名声凋敝，军火贸易成为其维持生计的重要手段。看着俄罗斯敞开的军火库，印度像是捡了个大漏。殊不知这时候，俄罗斯已经做好了把印度往死里坑的打算。1996年，印度看上了俄罗斯的苏30战斗机，印度国防部与俄罗斯武器进出口公司签订了引进苏30的合同，合同价值18亿美元，包含40架该型战斗机。合同签订时，俄罗斯人告诉印度官员，俄罗斯将为印度专门打造适合他们的苏30 MKI 版本。不过，产品升级需要不断摸索，因此每一批送到印度的战斗机都会有一些小差异。印度官员认为这样的升级方式合情合理，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仅仅过了半年，俄罗斯就送来了首批8架战斗机。印度空军高高兴兴地接收了这批战斗机，然而飞行员们坐上去后才发现这哪里是什么苏30这不就是换了涂装的苏27教练机吗？俄罗斯的骚操作让印度人傻了眼，但人家合同里说的好好的，谁也找不出反驳的理由。1998年，时任俄罗斯总理马科夫又一次找上门来，他告诉印度人，俄罗斯有一艘闲置的航母可以送给印度人，只要收个1美元的象征性价格。不过维修航母和添置战斗机的钱得印度自己出。这时候，印度自己唯一的维拉特号航母还是2战期间开工建造的，英国人用了几十年，印度买来后又用了几十年，早就不堪大用了。印度人一想这蛮划算经过一番谈判，他们在2004年跟俄罗斯签订了购买和维修合同。按照最初的合同，印度要支付 9.74 亿美元的维修费用，另以 5.25 亿美元购买16架配套的米格 29K 战斗机，他们可以在2008年收到这艘航母。航母交付的时间一天天临近，俄罗斯却突然带来了一个坏消息，航母的部分图纸丢失了，部分设备需要重新设计，交付时间延后，维修费用也得再加点。几个月后，又一个消息传来，维修费用上涨，钱还得加。到2008年年初，维修费用累计上涨到了 21.74 亿，是原来的2倍多。印度起初不想付这笔钱，但俄罗斯国防部的官员表示不想买也可以，但费用只退你4亿美元。任凭印度政府如何抗议，俄罗斯就是一分钱不加。无奈之下，印度在2009年1月派官员到莫斯科谈判，结果俄罗斯人告诉他们 21.74 亿也不够了，总共得29亿美元。想必印度这时候也知道自己当了冤大头，但是前期的钱已经付完了，不加钱就血本无归。最终印度把维修费用提高到了 23.4 亿。2012年，这艘航母终于维修完毕，印度赶紧把航母接到了印度，名字改成了现在的超日王号。结果当年这艘航母就发生爆炸，8个锅炉炸了7个。2019年、2021年、2022年又接连发生火灾，基本一用就坏。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可印度在俄罗斯这里吃了这么多苦头，难道他们没想过换个武器来源吗？当然想过。与苏联相比，美国与印度的军事合作时间要稍晚一点，但合作的力度却一点不输于苏联。真正引起美国关注的还是1962年的那场中印边境战争。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刚上任没多久，看到有一个国家可以牵制中国，他比赫鲁晓夫还要高兴。这场战争打到10月份，印度已经弹尽粮绝，所剩无几的外汇储备也不够尼赫鲁买几发炮弹的。山穷水尽之际，尼赫鲁向肯尼迪发出了求救信号。尼赫鲁的求救电报10月29号发送到白宫，11月1号美国就空运来了第一批装备，外加一个军事供应代表团，方便以后印度向美国要武器。
战争结束后，美国单独给印度提供了6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又拉着英国一起援助了1.2亿美元，迅速帮印度回了一口血。此后，尼赫鲁开始搞5年国防计划，立志要将印军从不足50万人扩充到100万以上。当印度官员带着计划书到华盛顿要钱时，肯尼迪怎么看怎么不靠谱，但还是给印度批了5000万。尼赫鲁活着的时候，美印军事合作大有超越苏印的趋势。不过尼赫鲁死后，他的女儿印迪拉甘地却把这件事办砸了。尼赫鲁死时，印度官员正在拿着一份新的清单跟美国政府讨价还价。印度想要美国的 F-107 战斗机，但美国官员碍于巴基斯坦的关系，只愿提供相对落后一点的 F-6A。尼赫鲁的死打断了双方的谈判进程。等国丧搞完后，印度直接去苏联那里要了38架米格21战斗机、90辆坦克、20架米4直升机。美国人本以为印度已经倒向了自己，因此此次印苏的军事合作让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大为光火。又由于英迪拉的执政方式与美国预想的大相径庭，因此美英军事合作戛然而止。直到英迪拉第一次卸任后，两国关系才有所缓和。至于新的大规模军事合作，那就是21世纪中国崛起以后的事了。不过就算是合作，美国对印度的态度也是生意归生意，该宰就得宰。2010年前后，印度希望得到一款能够在战场环境下起降的大型运输机，俄罗斯向印度政府推销了自家的伊尔476。尽管这型飞机质优价廉，但此前接连几次被坑的教训让印度政府心有余悸，最终没有采购伊尔476。除了俄罗斯，就只剩下美国有同类型的飞机。然而美国开出的价格却令印度人吓了一大跳，41亿10架，不讲价。相比之下，同样的飞机，美国卖给英国的价格是 2.2 亿美元，卖给澳大利亚的价格是 1.9 亿，就算是卖给卡塔尔也是4亿美元2架，还连带飞行员培训和备用零件。尽管美国政府明摆着狮子大开口，但印度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老老实实交了钱。事实上，这笔合同达成后没几年，美国就关停了 C-17 生产线。美国政府显然把印度当成了停产前的最后一个冤大头。类似的案例在近几年的美印军火交易中比比皆是。2017年，印度从美国购买了145门 M777 榴弹炮，交易金额 7.47 亿美元，每门炮约合515万美元。同一型火炮，美国生产的成本价只需要70万美元，每卖给印度一门火炮，美国就能赚400多万的利润。就这样，这型火炮还是在2017年印度第一次试射时就当场炸膛了。不只是俄罗斯和美国，印度的军火来源几乎遍及所有的武器出口大国，而很多国家也确实都把印度当成了韭菜。90年代末，中国曾经和以色列达成过一项装备合作，中国出10亿美元和原型机，以色列为中国制造4架费尔康预警机。受到美国的阻挠，这笔买卖最终没能做成，以色列准备的预警机设备只能放在仓库里吃灰。然而到了2004年，印度也看上了以色列的费尔康预警机，还是放在仓库里的那批设备。以色列卖给印度的价格是3架预警机11亿美元，每架约合 3.7 亿。原本费尔康预警机事件搅得中国和以色列不欢而散，以色列人为此懊恼了好一阵子。没成想印度当了背锅侠，不但一点没亏，单价还翻了一番。这还没完，这批预警机印度人使用后非常满意，可就是数量太少了。2020年，印度又向以色列求购2架预警机，性能比之前有所提升，但还是费尔康系列。这次以色列直接开出了10亿美元的天价。连以色列都在坑印度，英国、法国自不必多说，人人都在坑印度，印度政府也知道人人都在坑他，但这件事只能由印度承受，让所有印度人买单。如今的印度正在提升自主研发能力，不过光辉战斗机、阿琼坦克等项目的进程和结果表明，印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印度不是一个生产黄金的国家，但这里的人对黄金却有一种令人费解的痴迷。金砖、金墙、金屋顶、金座、金门、金雕像。走进印度西北的阿姆利则金庙，你会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黄金打造的世界。像这样富丽堂皇的印度教或锡克教寺庙，在这个国家没有1000也有800。印度的黄金持有量也极为吓人，至少2万吨，这还是将近10年前的数据。黄金是财富的象征，黄金多了往往证明国民富裕了。可面对如此之多的黄金，印度政府却急得直跳脚，这是怎么一回事呢？2012年，印度金融快报引用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称，印度民间的黄金储备量已经突破了2万吨，比此前世界黄金协会预估的数据多了 11%。2015年，印度财政部长再次引用了这一数据，那时候印度政府不是在夸耀印度的财富，而是在为如此巨大的黄金储量发愁，因为相比其他国家而言，印度的黄金拥有比例有点失衡。
2023年年底，各国央行曾经有过一次集中购入黄金的举动，至此，美联储的黄金储备量达到了8133吨，中国央行也有2191吨，而印度央行的黄金储备量则长期在500至600吨徘徊。也就是说，印度真正的黄金消费大户是民间，而非政府。目前，印度的主流宗教是印度教。相传，印度教有3大神祇，分别是创造神梵天、保护神毗湿奴和破坏神湿婆。梵天是一颗从金蛋中生出的，毗湿奴的妻子拉克希米是财富之神，自然也掌管着黄金。3大主神中有2位都与黄金息息相关，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何印度人对黄金爱得那么疯狂了。古印度流传下的文史资料并不多，但在那些零星的记载中，不乏统治者向寺庙捐赠黄金的记载。宗教为了守住黄金，还编出了一则诅咒，据说谁打开寺庙中储藏黄金的密室，谁就亵渎了神灵，会遭到最严厉的惩罚。即使不考虑宗教因素，黄金对印度人也有特殊的吸引力。众所周知，种姓制度在印度根深蒂固，一个人的种姓无法随意更改，但黄金可以提升种姓。种姓制度虽然等级森严，却也为下等种姓留了一个小口子。如果一个高种姓男性迟迟讨不到同种姓的老婆，他是可以从低一级的种姓中挑选伴侣的。这样一来，就会有无数低种姓上门求亲，而他们能够讨得高种姓家族欢心的方式，就是献上自家世代储备的黄金。及至近代，西方殖民者抵达南亚次大陆后，发现这里盛产香料，当地人又异常喜欢黄金，于是便拿出从别处抢来的金币与印度人做交易。那时候的香料对欧洲人来说可是高档商品，于是带着黄金来到印度的远洋船越来越多。反正他们的黄金都是从南美抢来的，也不心疼，反倒是印度人在环球贸易的刺激下，对黄金的占有欲空前膨胀。时至今日，黄金在印度已经成为了衣服裤子一样的必需品。不仅富人穿金戴银，贫困家庭也得倾尽所有给家里的女性置办一点黄金首饰，给庙里的神仙捐一点金箔。没有哪个国家像印度这样喜欢金子，但也没有哪个政府像印度政府这样为金子发愁。印度政府愁就愁在金子在国民手中不是财富，而是累赘。印度本土的黄金产量非常有限，而且能够找到的黄金储藏越来越少。上世纪50、60年代，印度每年还能产出几十吨黄金，可到了2023年，印度的黄金产量已经下降到了 1.4 吨，而印度每年的黄金需求量却维持在1000吨上下。2020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当年印度的黄金进口量为430吨，创下了近几年的最低纪录。可转过年来，憋了1年的印度人马上开始疯狂购买黄金。当年印度的黄金进口量上升到了1050吨，足足涨了 1.5 倍。这么多黄金，那可是要花钱买的。按照印度政府公布的数据，这一年印度进口黄金用了557亿美元。印度每年的贸易逆差为1500亿至2000亿美元，也就是说，每年都有1-2000亿美元流失到海外。这其中大几百亿美元的黄金消费无疑是个大头。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往往对黄金的使用有诸多限制，普通人在衣服中掺金丝那是一桩大罪，即使用黄金打造首饰器皿也有严格的限制。这些规矩除了凸显统治者的地位，也是为了方便把黄金收归国库。古代欧洲也有类似的限制，很长一段时间内，各国国王即便能够统治一方土地，也无权铸造金币，金币的铸造权只掌握在罗马皇帝手中。中外统治者之所以如此看重黄金，正是因为它的经济价值，可偏偏印度人从古至今都不愿正确利用黄金的经济价值。在今天的世人眼中，黄金是一种理财产品，如果这2万吨黄金放在其他国家，通过高买低卖或许可以大赚一笔，即便是赔了也不至于倾家荡产。可在印度，黄金就像消耗品一样，人们消费完就不会让它再流动了。送进寺庙打成首饰的自不必多说，即便有人把它当成理财产品，那也是挖个坑埋进土里，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取用。在印度的风俗里，当有人把自家的黄金拿出来卖掉，其他人都会以为他家要破产了，因而就算为了面子，也不会有人卖黄金。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观念，让印度政府面对民间拥有的大量黄金，不免有些焦头烂额。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10年时间里，印度央行只在初期有过一次大量购买黄金的行为，后来一直将黄金储备维持在557吨。2018年至2019年上半年，各国央行都在收购黄金，印度央行也跟着购进了一些，可没过几个月又尽数吐了出来。当时印度媒体都在猜测自家央行又在搞什么幺蛾子，说法之一就是印度央行希望用卖黄金的行为带动民间的黄金流动。不过这区区500-600吨想要带动2万吨的民间市场，颇有点蚍蜉撼大树的意味。说起来，2万吨这个体量大多数还是最近20-30年积累起来的。要知道，印度也曾是一个计划经济国家。1947年，印度政府一刀切式地禁止了黄金进口。1964年以后，就连民间的私下交易也不被允许，想要买黄金必须等政府的统一调度。
那时候印度的黄金交易额维持在每年65吨左右，远没有现在这么离谱。但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90年代后印度也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1991年，印度重修黄金管制法，允许国民自行交易黄金。1997年，政府开始允许指定的银行或代理商进口黄金。2003年，设置黄金交易所，全面放开了黄金的进口和民间交易。从2003年到现在，不过短短20年，印度黄金市场迅速扩张，已然成了如今拖累国家经济的庞然大物。在21世纪的2任印度总理看来，滚滚而来的黄金进口热潮无异于洪水猛兽。2013年，前总理辛格将黄金进口关税从 4% 提升到了 10%， 同时在全国实行80:20规则，即进口商进口的黄金只能有 80% 用于国内市场，其余至少 20% 必须再出口到其他国家。这时候已经是辛格主政末期，1年后权力被交到了现任印度总理莫迪手中。在莫迪时期，黄金进口关税又从 10% 上涨到了 12.5%， 对商人额外征收 1% 的消费税。除了增税之外，还有了解你的客户规定。该规定主要针对国内黄金市场，内容包括禁止单次20万卢比以上的匿名黄金交易和禁止单次30万卢比以上的实名黄金交易。但总的来说，这些规定完全挡不住国民购买黄金的热情。不过，莫迪的雄心壮志也远不止于此。2015年，莫迪推出了他的诚意之作——黄金货币化计划。依据这项计划，印度国民可以像存钱那样把黄金存进银行，按照黄金市价计算利率，储蓄到期后可以选择要黄金还是要现金。在莫迪政府的设想中，通过这一计划可以将黄金收归国库，更好地发挥它的金融属性。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莫迪的黄金货币化计划都是一项不错的政策。与之配套的还有主权黄金债券计划、印度金币计划等。然而，莫迪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印度人买黄金不能以简单的经济理论揣度这一点。他们对黄金的崇拜不计成本，近乎信仰。自黄金货币化政策落实以来，2017年印度银行吸收了 11.5 吨黄金，第2年锐减至 6.5 吨，到了第3年只剩下 4.8 吨。3年下来，全印度只回收了 22.8 吨黄金，约占民间持有量的1/1000。按照这个速度，莫迪想要把所有黄金利用起来，需要3000年。很显然，黄金货币化政策已经名存实亡。这种尴尬的结局，无疑也预示着想要解决印度的黄金问题，该国政府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